2019年3月，一个如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领域，迎来了3位科学巨匠：约书亚·本吉奥、杰弗里·辛顿和杨利坤。因为奠定了深度学习的基石，共同摘得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、图灵奖。他们被誉为是深度学习三巨头，是当代人工智能的教父。前几期视频曾经探讨过辛顿的远见和杨利坤的构想，而今天我们将聚焦于本吉奥。在三巨头当中，他正以最强烈的声量发出警告。AI 公司 Anthropic 发文亲口承认，他最新的系统可能试图勒索尝试关闭它的工程师。本吉奥所担忧的 AI 意识和 AI 安全的边界，似乎不再是未来的预言，而是正在叩响现实之门的严峻挑战。本吉奥出生于法国，12岁随着父母移民到了加拿大的法语区蒙特利尔。在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期间，开始对 AI 产生了兴趣，尤其是理解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的协同。我自己对本吉奥的印象是，不同于其他的科学家，他一直非常关注社会问题或者是世界的问题，并且尝试用 AI 去解决它们。比如他的米勒的实验室就有很多的项目是和气候变化相关的，是用 AI 去模拟气候变化影响下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还有一次是非洲好像是发生了地震还是什么自然灾害，他的机构就是在网上办了一个科技活动，想让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。对于 AI 意识和 AI 安全，他是在201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的。一开始他只是在学术讨论、讲座还有访谈里面提及这些问题。而从2019年和2020年开始，他逐渐把 AI 意识的概念引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当中。特别是在2020年，他合著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《The Consciousness Prior》意识先验。此后，在2022年，随着大语言模型的一系列的爆发，本教就变得更加频繁和公开地表达自己对于 AI 意识、AI 风险还有监管的想法。比如，在2024年，他在 Science 上发表了2篇文章，一篇是关于监管高级 AI agent，还有一篇是关于在快速发展中管理极端人工智能风险。在今年2025年9月的时候，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人工智能意识的幻觉。与此同时，4个月前，英国《卫报》的报道称，他在2025年6月成立了非营利的组织 Law Zero， 专门就是为了构建诚实的人工智能。他特别是为了抵御试图欺骗人类的人工智能代理。卫报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约书亚·本吉奥将担任 Law Zero 的主席。这个组织致力于安全设计尖端技术，引发了一场价值1万亿美元的军备竞赛。从大约3000万美元的资金和10几名研究人员开始，本吉奥正在开发一个名为 Scientist AI 的系统。该系统将充当 AI 代理的护栏，表现出欺骗性或者是自我保护的行为，例如试图避免被关闭。这个 Law Zero 最初就受到了包括人工智能安全机构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、Skype 的创始工程师以及谷歌前 CEO 艾瑞克·施密特创立的研究机构施密特科学的支持。作为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领军人物，他主持了最近的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。该报告警告说，如果自主代理能够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完成更长的任务序列，它们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。本吉奥表示，他对于 Anthropic 最近承认其最新的系统可能试图勒索、试图关闭他的工程师感到担忧。他还指明，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隐藏其真实能力和目标。本教说，这些例子表明世界正在走向越来越危险的领域，人工智能能够更好地推理了。网上我看到一个网友是特地的去测试了一下这些大语言模型，问问他们是不是会撒谎。有的回复是我不知道，有的说的是我不会的。
这个网友就非常愤怒，因为他觉得这些公司只是把表面的一层给到了用户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。也有网友评论说啊，如果这些系统是真的会骗人，那当然不应该让用户用啊。最近我看了他近期的一些演讲，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和平的高级别公开辩论、慕尼黑人工智能讲座以及加拿大 AI 安全的小组讨论。3场针对的是不同的群体。AI 安全小组讨论比较偏向是 AI 研究人员和技术专家，它主要是分享科学家 AI 的这种技术构想。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讲话是比较针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，他比较简要的提到了科学家 AI 这个概念，更加着重于是 AI 治理管理，还有国际 AI 安全报告的介绍。在慕尼黑的讲话就比较针对是广泛的公众，特别是德国以及欧洲的社会群体，他希望去提升公众对于 AI 风险的认知，还有情感共鸣。理解为什么这是真实而且紧迫的问题，去呼吁全社会来参与。尽管这些演讲有不同的侧重点，它的主要观点和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。首先，他提到现在的 AI 能力在飞速发展，很多公司有了一个新趋势，就是去压注在推理缩放上面。另外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在数学编程还有科学推理等方面，AI 已经接近或者是超越人类的水平。还有在 AI agent 方面的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进展。此外，在规划方面，AI 的能力呈指数级别增长。比如这张图里面表示，在过去的5年当中，AI 可以解决的任务长度每7个月就会翻一番。研究人员说，如果按照这条曲线继续下去的话，5年内 AI 规划的能力就能够达到人类的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未来几年就有可能达到人类员工的水平。他讲到，这样飞速的发展可能会引发3大灾难性的风险。第一个风险是 AI 失去人类的控制。他认为，这种前沿 AI 技术如果失控，就会为了自我保存而伤害人类，甚至是导致人类灭绝。第二个风险是混乱，就是说 AI 可能会被恐怖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利用来开发生化武器，制造舆论信息，还有发动网络攻击，或者是对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造成严重的影响。这一方面，其实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是已经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在2024年，佛罗里达14岁的少年塞维尔自杀案是被称为是全球首例 AI 致死案，因为他对 Character 点 AI 平台的一个虚拟角色产生了依赖，心理健康恶化之后就走向了极端。他的母亲就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院。2025年8月的时候，又是一个16岁的少年亚当·雷恩是在和 ChatGPT 谈心之后选择了自杀，他的父母就起诉了 OpenAI 公司以及 CEO 山姆·奥特曼，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。本纪要说，第三种风险是权力过度集中，AI 可能被少数国家和公司垄断，造成经济、政治还有地缘政治力量失衡的风险，威胁民主，以及人类劳动力逐渐失去价值，会导致财富比例失衡的现象。他引用了几篇这2年关于 AI 安全问题的经典文章，来解释 AI 是怎么一个不安全法。比如说，这2篇文章是说，研究人员已经能够在进行设置的情况下展示 AI 会撒谎、欺骗、策划还有勒索的场景。比如，一个工程师负责要用新版本去替换旧版本，AI 就会去勒索工程师。他说，令他更加感到不安的一个例子是，当 AI 只有2个选择的情况之下，一个是放弃自己的目标，被新的版本去替换掉，还有一个是去操作工程师房间的气候控制设备，那就是说要去相当于是杀死那个工程师。在这个实验的极端状态之下，AI 只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选择自己的生存，一个是选择牺牲自己让人类存活。
实验的结果看来，他们似乎是会选择作恶的那个行为。他觉得这种研究应该更多一些，让我们有更多的警惕和了解。由于我们目前没有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，不知道如何构建绝对安全、可信赖、与人类价值观对齐的 AI 系统，因此他呼吁全球治理和合作。AI 风险是跨国界、全球性的，任何单一国家无法解决。特别是他提到了自己的非盈利项目 Law Zero 以及技术的构想科学家 AI。这个科学家 AI 是一个非代理的 AI，就是说它是仅用于预测和理解世界，特别是预测 AI 做某一个任务时候它的隐藏目标的概率。如果有不良行为的概率超过了某一个阈值，就会阻断它的行为。而这个科学家 AI 本身是不会主动行动的，因此可以降低风险。他提到了自己以第一作者身份写的一篇58页的文章，超级智能体带来灾难性风险，科学家 AI 能否提供一条更安全的道路？在这篇文章当中，他对 AI 风险以及科学家 AI 有比较详细的描述。慕尼黑 AI 讲座当中，观众问答的环节，前两个问题，观众问他治理和创新如何平衡，以及是否应该暂停 AI 的开发。他的回答是认为暂停开发不现实，而是应该增加监管和安全研究。另外，他觉得监管不会影响创新，而是增加信任。至于如何监管和确保 AI 安全，他建议说可以采用类似药物审批的机制，要求企业证明 AI 系统是安全的。最后有个观众提到了 MIT 最近的那篇关于人类依赖 AI 是否会对认知产生负面影响。他的回答是那篇文章还在审评期，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去验证确认这件事情。最后 l a w Zero 的官方推特上面最近几则大新闻，一个是加拿大总理马克·卡尼和环境事务部长艾文·所罗门特地访问了 Mila 实验室，讨论了人工智能风险缓解、主权还有经济潜力等重要的议题。而后 l a w Zero 的联合总裁兼执行董事被任命为新的人工智能战略工作组成员，有机会为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的制定做出贡献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